繁养俗坎，懂马台嘎后。我是一手大学的陈家伟。这个夏天，我和一手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6位学生参与了教育部的新南向学海逐梦计划，从高雄飞往马来西亚沙拉越的梅里。这座城市呢，因为100年前的第一口油井而诞生，被誉为东南亚的油城。而这里呢，却也是南洋客家文化其中一个扎根的城市哦。在沙劳越留台同学会的学长姐的引领之下，我们展开了一场文化采集的旅程，循着语言、味觉与信仰的线索，挖掘散落在这个美丽油城的客家记忆。作为一位非客家人的40岁的台湾男生，对这个题目其实没有什么把握。但走访下来，我和学生们都可以看见客家人在异地发芽，在油城里闪耀的美丽故事。旅程的起头呢，我们走进了梅里河婆同乡会。一进门，热腾腾的饭菜香，亲切的笑声。这里是梅里猪八地区最热门的早午餐美食街，汇集了各种华人的精彩味觉生活。蔡传创会长呢，带领我们从餐桌开始认识客家人在南洋开垦的故事。漂洋过海，离乡背景，梅里的河婆客家人从胡椒田开始打造自己的新家园。食物当然就是连接家乡记忆的重要桥梁了。菜板有红的，有白的，用粘米粉制成，包裹着野菜还有豆干，不只是食物，更像是一封写给土地的情书。这个早上呢，我还恶补了几句河婆话，我来试试看。洗饭、冲凉、客家好。语言当然不只是沟通的工具，更是情感的纽带了。为了让这份语言不断延续，河婆同乡会每月办一次乐龄聚餐，不只是吃饭唱歌，更是互相记起家乡，把记忆化为下一代的文化养分。2楼呢，有一座刚开幕不久的文物馆，收藏了许多早期河婆人的生活用品，从胡椒的工具、婚嫁用品到手动的打字机，每一件物品都在说着河婆同乡在异地互助生存的故事。还有呢，在地客家艺术家邓展华的大型画作，也在文物馆里用色彩穿越时空，描绘出梅里华人曾经走过的风景。第2站，我们来到了梅里客家公会，这里汇聚了包括河婆、大埔、广陵、惠林、嘉应、五署等7大客系公会，就像是一张网，串起了来自不同地缘背景的客家人。我们访问到了秘书长杨春德，他说，语言传承呢是当前的难题，公会设计了许多创意课程，例如客语擂茶研磨班、节庆故事工作坊，希望让年轻人从体验中找回母语。我们在这里终于品尝到了传说中的梅里的擂茶，它是用手工除磨，加上了米饭、豆腐、豆干、香菜等等，但是尝起来刚开始有点苦但是随即又回甘。我想这就像是客家人吃苦耐劳，但是后来还是会享受到的甜美人生。第3站呢，我们拜访了拥有113年历史的梅里大伯公庙，这里曾经是在灾难中的心灵寄托，也是华人移民社群的信仰中心。我们非常幸运面见了华社的最高领袖之一天猛公杨惠生先生，他的家族来自连律，这个地名呢是梅里最早的客家聚落。他回忆到，当年客家人为了生计，从广东远渡重洋来到了梅里，为 Shell 石油公司工作。起初是单身的男性劳工，后来逐渐将家人接来定居，开垦胡椒田，建立家庭和社群。连律因此逐渐形成稳固的客家聚落，信仰还有文化当然也就在这里升值了。杨惠生天猛公承袭了他的父亲，投身华文教育，曾经还留学台湾的政治大学，回国后呢，担任了连律中学的教育主管、学校的校长，后来还推动大伯公庙的扩建和文化保存。他说，信仰是文化的根，也是团结的力量。现在有越来越多呢在地的孩子不管是华人的，或是马来人的，或是他们所说的土著呢，也都进入到了华校来学习。华文教育呢，不再只是华人的专利，而是多元社会的共享资源。从油城的历史起点出发，串起了客家人的迁徙、奋斗和信仰。这次的旅程不只是学生有收获，更是我的愿望实现。我在大伯公庙前默默地许下心愿，希望我的学生们不只是学习拍摄和记录，更能够懂得尊重文化，聆听历史。
东马台嘎后，我们邀请我们旅途上的友人来我们家做客，继续聊聊。台湾早期就是这边旅游，因为我太太也是在台湾吃的东西，她常在这